Hello，大家好，我是 No 哥。本周强度排行榜最多人使用的是奇拉蒂娜达克莱伊，这套算是版本之王。第二套也是当今非常强势的暴鲤龙马纳菲，这一套呢也是本周最多人拿来打排位赛的。第三套最多人使用的艾露雷朵飞腿狼，这套牌组是来针对刚以上的两套牌组。这三套是本周最多人使用的牌组。本周800多人比赛的冠军是奇拉蒂娜达克莱伊，亚军奇拉蒂娜超梦，季军暴鲤龙马纳菲。基本上现在的比赛王者就是奇拉蒂娜达克莱伊和暴鲤龙马纳菲。接下来本周的强度排行榜，我们先来说一下强势，但是本周游玩次数比较少的第一套魔幻假面喵椰蛋树，这一套的胜率呢还是蛮不错的，只是说游玩起来呢它的协调性比较没有那么好，因为毕竟椰蛋树在前面呢它测对能量是需要3颗的，我们只有1张叶子，所以呢有可能错过最适合出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魔幻假面喵在后面已经养好了，这时候要上场了，可惜啊我们椰蛋树下不来，所以这里呢是有一些违和感，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再来的第二套极冻鸟，这个纯的极冻鸟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本周玩的玩家非常的少基本上在排位赛大家都是前期拿来刷比较快速的，差不多是超级球之后呢，基本上大家还是会换其他的牌组这样子的胜率会比较高，比较容易的去上分所以极冻鸟呢本周的使用率呢是偏低的。再来的第三套双神阿尔宙斯蒂亚卢卡，这套牌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使用克制我们现今版本的牌组嘛，然后克制这个版本的刚好就是斗系的艾露雷朵和飞腿狼，那导致呢阿尔宙斯其实也蛮难去发挥的，所以这套牌组逐渐就越来越少人玩但是它的强度还是非常的够的接下来本周的强度排行榜 T0 牌组最高胜率的是暴鲤龙马纳菲1张的起源帕路，这套牌组用来打排位赛，胜率也是非常的稳定只要暴鲤龙呢能成功的召唤出来，基本上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拿下比赛只要再多一些运气，小侠给力，胜率呢又可以大幅的提升。比较害怕的是前面起手只有鲤鱼王，然后呢鲤鱼王没办法进化就被别人给收走了，这是它的唯一缺点。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套牌组非常的强接下来的第二套 T0 战锤龙飞腿狼马夏多大冲鸭，战锤龙1颗能量打130，这个伤害非常的高，尤其是针对现在的环境版本来讲，只要它顺利的进化，都可以收走很多的小人牌组飞腿狼是拿来针对现在的版本的，比如说可以踢后排在蓄能的奇拉蒂娜或者是达克莱伊，它也可以踢掉鲤鱼王，这一套很强战锤龙这一套只要化石没有卡，基本上的胜率还是蛮高的，推荐大家可以玩一下再来的是 T1 牌组。T1 牌组第一套奇拉蒂娜超梦，这套牌组的胜率其实蛮高的，它的重点就是填能量给超梦，用奇拉蒂娜的被动蓄能之后呢，超梦可以打出150爆发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用小光把奇拉蒂娜的能量给超梦，然后再去做第二下的150。因为萧梦的150的斩杀线非常的高加上赤瞳就是打170了，是足够对付现在的版本之主的当然遇到不同的对手，我们可能也是要做出变化的，也算是一个需要思考比较多的，到底你要上奇拉蒂娜或者是超梦，这套牌组的最终关键点是超梦。再来的第二套奇拉蒂娜达克莱伊，这里呢是没有带四面龙的，如果你是想要带四面龙的话，你也可以试一下因为现在大家的节奏呢想要就是打快一点，就是赶快出来，只要够能量呢就直接打出这个130的伤害，或者是说达克莱伊就直接打出这个80加被动20的伤害，就打出100的伤害，所以大家都想要更快速的去把对面给带走，所以呢这里的是没有带赤面龙的如果你还是比较喜欢打慢一些的，比较偏向防守的，你是可以带这个赤面龙的。再来的是甲贺忍蛙达克莱伊赤面龙，还有1张的奇拉蒂娜，这套牌组在本周也是逐渐的崛起胜率也是蛮高的。它的打法是比较偏向防守，赤面龙在前面扛伤害的，后面呢去养我们的甲贺忍蛙，甲贺忍蛙可以丢这个被动，或者说我们可以填能量给达克，让达克触发这个被动。如果奇拉蒂娜是来的比较迟的，那基本上就不会上这个奇拉蒂娜。
而如果奇拉蒂娜是来的比较早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前面是四面龙，后面呢就可以用奇拉蒂娜的被动去蓄能，等到叶子来了，或是说前排的四面龙被对方解决了，那奇拉蒂娜是可以来打一个爆发收尾的。所以呢，因为是带了甲克忍蛙嘛，是带了2张的赤日哈。那如果你觉得说带2张赤日比较不安全的，你想要带1张的纳兹，其实也是可以的。如果成型每个回合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高哈。奇拉蒂娜可以打130，再加上甲克忍蛙的20就是150，再加上达克莱伊的被动就是170哦。只要成型，伤害非常非常高。再来的是马纽拉跟达克莱伊，那这套牌组呢是比较偏向速攻牌组的，它最主要的是针对现在的环境。当他们还在蓄能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的把它给昏厥掉。当然呢，这套牌组呢，在打奇拉蒂娜、达克莱伊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好打哈，尤其是遇到有带这个赤面龙的有反伤的话呢，其实对马纽拉来讲呢，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如果对方是没有带赤面龙的话呢，基本上你只要顺的进化，每回合打90点伤害，其实伤害还是非常的够的哈。再来的是魔幻假面喵和大针锋，这个大针锋只带1组，魔幻假面喵很好的克制现在的 EX 宝可梦，只要它成功进化出来，在打 EX 宝可梦的时候，加上赤红最高可以打150的伤害，这个伤害非常的高哈。大针锋是比较偏向于前期，如果我们很顺，或者说需要铁壳蛹的麻痹控制的，那我们是可以先让它在前面去帮我们扛伤害的。那基本上还是会推荐大家用金叶喵去抽我们的好朋友，好，那让我们的这个牌更快速的成型哦。所以在1张火箭队手下，如果运气够好的，可以直接把对方的能量全丢掉，这样子呢，对方基本上的胜率就会大幅的降低哦。再来的 TE 的最后一套牌组，艾露雷朵、飞腿狼、马夏多，这一套也是来针对现今版本的。现在的版本之王基本上都是需要很多能量的，3颗到4颗嘛，这样子的艾露雷朵的伤害呢就会特别高哈。再加上赤红的时候呢，是可以足够收掉非常多 EX 宝可梦的。对方只要能量越多，这套牌组就会越强。再来的是 T2 牌组，第一套战锤龙、路卡利欧，这里带了2张不一样的飞腿狼和1张马夏多。新版的飞腿狼呢是打前排30的，旧版的飞腿狼是踢后排30的，就看你们对战的时候呢需要哪一张，那你们就可以选择下哪一张。这套只要战锤龙出来呢，再加上路卡利欧，就可以直接打出150的高额伤害哦。如果是打 EX 宝可梦呢，再加上赤红，就可以直接打出170，一颗能量打出170的伤害是非常的夸张哦。再来的第2套，也就是本周 T2 的最后一套喷火龙牌组，喷火龙、火焰鸟、谢米，这次的火火龙跟小火龙都是直接带新版的哈。当然，火火龙你想要带1张旧版的也是可以，这次带了1张的奇数，防止呢我们卡了进化不出来嘛，然后有一个机会呢可以重启我们的手牌。本周的谢米呢是带了这个补血的，当然你们想要带撤退的也是可以的哦。这里呢是带了2张的速度强化，是没有带叶子的。如果你觉得说叶子比较好，你也可以带1张的叶子。只要喷火龙出来，一拳一个小朋友还是非常的强的哈。因为现在环境的大佬们，他们的节奏都不是特别的快哦。本周呢是没有 T3 牌组的，这就是本周的强度排行榜。不知道大家看完了有什么想法？欢迎大家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哦，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本周强度排行榜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喽，大家拜拜。快看，5个影片，快看，5个